很多人说这是西班牙体验最好的高铁，但是它却来自隔壁的意大利。这就是西班牙最新的高铁运营商Ilio，于2022年开始运营。这期视频我们将再次运转巴塞罗那至马德里的路线，Ilio本身是否足够优秀，以及为什么本地人会做出这样的评价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意式高铁究竟如何。欢迎再次光临巴塞罗那 Sants 车站。Sants 火车站是巴塞罗那最重要的车站之一，同时也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。于2008年开始服务，这已经是在我的频道里第3次运转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的高铁客专了。然而这期视频其实是一个意外，视频素材拍摄于2025年4月，我刚刚结束了我的圣周假期，在最后一天从巴塞罗那返回至马德里。在原本的计划中，我购买的车票是和上期视频一样的勒斐阿贝，所以我并没有打算录制返程的视频。但是后来我们的行程被提前，于是决定改签更早的车次。得益于阿贝 Premium 坐席的权益，我可以无条件改签且免去手续费，于是就出现了这期视频。所以我就购买了Ilio的 Singular Only 坐席，相当于一等座。你要是问我为什么不买最高等级的坐席，那当然是因为穷。在发车前购票，再加上假期旅行的高峰期，能买到票就不错了。这个坐席名为 Singular Only You， 非常巧的是，在马德里阿多查车站外就有一家酒店名为 Only You， 并且在酒店内设置了Ilio的休息室。所以尽管在车站内你见不到Ilio的专属休息室，但是Ilio选择与车站附近的酒店合作，当你持有附带休息室服务的车票进入该酒店，你就可以找到由酒店提供的休息室了。当然不止马德里，同样的在巴塞罗那，Ilio也与站外的酒店进行了合作，你也可以在酒店内找到Ilio的休息室。不过由于临时改签时间紧迫，因此我并没有前往休息室。如果你不想错过你的车次的话，记得至少要提前10到15分钟前往车站，毕竟酒店和车站之间还是有点距离的，而且对于正在施工的阿多查车站，这个交通路况还是不太便利的。得益于欧盟的政策，2021年Ilio品牌被建立，次年正式开通运营。关于Ilio得以在西班牙运营高铁的原因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视频。车站通常会在发车前30分钟开始检票，但是我每次都想吐槽轮费的人工检票导致效率非常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升级为闸机检票。但是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不同的是，西班牙的主要高铁站均设有安检措施，当然背后也有惨痛的历史原因。2004年3月11日，在马德里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，多列通勤列车接连爆炸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。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，自2005年起，西班牙政府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安全措施，同时在各个方面为交通安全投入了大笔的资金，这也是血泪的教训了。尽管在网上有很多人不喜欢安检，认为这不自由或者是影响了出行体验，9点50分，列车正点发出。而 Barcelona Sants 是一座地下车站，所以我们需要先经过一段隧道，才能看到真正的外景。那么在这次旅途当中，我们一共会停靠3座车站：始发站 Barcelona Sants， 途经车站 Saragossa Delicias， 以及终点站马德里阿多查。这个 Delicias 车站不是那个 Delicias， 那个是……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首都马德里也有一座火车站叫做 Delicias。马德里的车站于1880年启用，也是马德里首都建造的第一座纪念性车站。过去它一直作为通往葡萄牙和西班牙西部的特快列车的终点站，但是在2战结束不久后，这座车站停止了客运服务，并且改建为仓库，再到现在成为了马德里铁路博物馆，门票7欧元。我也在去年参观了这座博物馆，见到了西班牙铁路国有化前后的列车以及不同达尔古列车。而位于阿拉贡自治区首府萨拉戈萨的 Delicias 车站就没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了。该车站开通于2003年，是一座重要的交通枢纽，包括了高铁、通勤铁路以及巴士总站。同时，这座车站也提供前往法国的国际高铁服务。在这座车站内有一家名为 Eurostar Saragossa 的4星级酒店。当然，这个欧洲之星和那个欧洲之星并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倒是想去尝试一下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之星高铁，不过现在并没有足够的条件。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因为这家酒店位于站内，因此有一侧的房间可以透过窗户看到站台，这对于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。我可以在这房间里待上一整天，
但是显然我并没有机会入住这家酒店。在16正式进入西班牙铁路市场后，购入了20列 Flexia-Losa 1000型高速动制组列车，在西班牙也被称作16 S109系，由阿尔斯通和日立铁路意大利公司联合生产，最高设计时速400千米每小时，最高商业设计时速360千米每小时，而实际运营速度则为300千米每小时。因为16的最大股东就是德林意大利亚，也是意大利国铁的全资子公司，所以如果你居住在意大利，已经对这款列车并不陌生。在那里，它被称作 ETR 1000型。11点20分，列车驶入 Delicias 车站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加大座椅。如你所见，这个小桌板面积不算小，并且非常平稳。在右下角则是非常迷你的垃圾桶，以及一个极为松垮的折叠脚垫板。在右边扶手上有一个圆形按钮，按下可以调整座椅的姿势，不过可移动范围并不算大，好在座椅本身的角度也还算是舒适。以及标准的遮阳帘，虽然没有什么设计，但是遮阳效果确实非常好，相较于 Lenfi 的装饰性遮阳帘，效果要好得多。不过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，在我拍摄作品的时候，窗户外面的列车处于静止状态。然而此时列车并没有停靠某一车站，并且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广播和提示，车速从300千米每小时不一会儿就降到了0。直至今日，我仍然不知道那天临时停车的原因。在列车再次启动大约5分钟后，我又再次在显示屏上见到一个零蛋。没错，它又停车了，依旧是没有任何提示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测评环节。整个厕所的空间并不算大，以及标准的吹风机、水龙头和洗手液。不过我倒是挺喜欢这个按钮的设计。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镜子，以及经典的不可饮用水。不过西班牙倒是经常喝厕所里的自来水，反正我是不敢喝，总有一股怪味。转过来就是母婴台以及马桶。16的车票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整体而言可以分为4类 ：Inicial、Singular、Singular Only You 以及 Infinita Bistro。除去这4个前缀，16还分别为他们设计了升级款坐席。其实也就是在这4种坐席的基本服务上，再增加针对于改签、餐食和行李限额的升级。别看这张图片上写了很多信息，但是实际购票会简单的多。如果你在官网购票，你只会看到3种坐席以及其他的升级选项。Inicial 采用2+2布局以及普通的座椅，而 Singular Only You 则采用2+1布局以及更加宽敞且舒适的座椅。最后的 Infinita Bistro 是在 Singular Only You 的基础上增加了餐食和服务。不过那一天发车前我们才吃了早餐，并且对于西班牙人的午餐通常开始于下午2点，所以我就没有购买餐食。
12点42分，欢迎光临阿多查车站，列车准点抵达。今天的旅途也该结束了。总的来说，16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尽管定位中端，但它仍然是人费旗舰级高铁阿北的有力竞争者。毕竟16的票价一般会更便宜，再加上新的列车，体验多少还是要比人费的老车要好一点的。感谢一路上的工作人员，也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一键3连，这会给我很大的鼓励。同时，如果您对我的频道有建议的话，也欢迎在评论区指出。下次旅途再见。